是不是觉得新加坡的公共交通越来越贵了？地铁车资年年涨，巴士票价也跟着调整。作为普通通勤者，你是不是感到压力越来越大？但这一次有一个好消息，新加坡政府宣布了一项巨额交通补贴，总金额竟然超过10亿新元，而且覆盖范围广到惊人。从免费地铁到巴士段80%的回扣，无论是区域性福利还是月票优惠都在其中。这次补贴的力度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，居住在榜鹅或盛港的居民甚至可以享受全年免费地铁，有些通勤者还能通过错峰计划每年节省几百新元。要想最大化省钱，核心就是先了解这些政策里的逻辑。今天的视频不只是告诉你福利怎么用，我们更聚焦于交通费用上涨的原因、补贴背后的行为引导以及这一切的长远影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会告诉你如何马上行动起来，利用这些补贴，帮你最大化减轻交通支出。这期内容信息量非常大，很多隐藏的福利可能你从没听过。如果不想错过这些重要资讯，那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第一章，为什么新加坡交通费一直在涨？新加坡地铁和巴士车资为什么年年在调整？很多人认为这是地铁公司和巴士运营商为了盈利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从2019到2023的5年间，车资累计上涨了15%。路交局解释背后的成本压力持续增加，包括轨道维护安全检查和能源开支，特别是能源成本飙升了30%。轨道的使用频率越高，维护投入也就越多。事实上 ，Smart 轨道业务多年持续亏损，票价收入难以覆盖运营成本，而 Transit 因薪资上涨也面临利润压力。简单来说，票价调整更像是系统自救，而非盈余暴增。虽然很多人觉得交通费贵，但国际比较下，新加坡并不离谱。东京地铁单程约为1.49美元到3美元，伦敦高达4美元到8美元，香港还有电费附加费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虽贵但合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在涨价的同时，新加坡政府还发放补贴？我们接着讲，第二章涨价是趋势，补贴却是奇招。每次涨价后，政府总会推出交通补贴，这是新加坡交通政策的一大特点。即使面对价格调整，政府依然关注通勤者的压力。本次补贴金额总计10亿新元，力度在过去几年里都属罕见。这些补贴覆盖了不同群体的需求，例如成人票虽然涨了9到10分，但年长者、残疾人士和学生的短程票价没有变化。针对月票用户价格统一下降5%，如成人月票从每月128美元降到122美元，全年可以帮你省下72新元。补贴的亮点之一是区域性的地铁免费政策，例如居住在盛港或榜鹅的居民可享特定地铁线路免费。这种区域福利不仅方便本地居民，还有效缓解核心地段的交通压力。另外，巴士通勤者还能通过新一通 App 兑换巴士段最高80%的回扣，以节省成本。这些补贴并非只是哄通勤者开心，更侧重于引导行为，例如鼓励错峰出行，通过免费时段减轻高峰的交通负担。同时，区域性福利也在调控交通流量，避免核心地段拥堵。补贴不仅是经济回馈，其背后有着深远的规划和策略。第三章，这些补贴能帮你省下多少钱？现在我们来实际测算一下，这次政策到底能帮你省下多少钱？假设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每天乘地铁通勤，单程票价大约为1.2美元到1.6美元。如果你早上提前错峰，每天享受免费乘车时段，那么一年下来可以节省300到450新元。如果你住在榜鹅或盛港区域，全年部分免费线路覆盖的情况下，累计交通费的节省甚至可以高达450到600新元。这些数字听起来可能不算特别多，但它们确实能够直接影响你的日常开销。再看巴士和地铁综合通勤者，通过巴士段80%的回扣政策，大约每年还能多省个150到200新元。月票用户的省钱效果虽然比较有限，比如成人票一年少支出72新元，但对长期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来说，积少成多还是一种实质性帮助。有了这些交通补贴，不仅让你的通勤压力减轻了，也让我们更加理解政府的政策设计用意。第四章，隐藏福利和未来交通规划。除了短期的福利补贴，新加坡政府其实也在通过长期的规划和投资来解决更大的问题。例如，在巴士运营领域，过去3年政府投入了20亿新元支持基础服务的运营，不仅让票价保持稳定，也帮助运输行业整体工资上涨。数据显示，交通服务从业人员的薪资已经上涨了6%到10%，但由于补贴的存在，这种人力成本的提升并没有直接转化为乘客的开销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路交局的未来规划更是一场巨大的资金投入。未来5年将投资600亿新元用于扩建地铁网络，包括新增玉廊区域线跨岛线以及北部和西部的多条延伸线路。
这些网络将进一步覆盖更多生活区，不仅能减少现有线路的高峰拥堵，还会有效提升新加坡整体的交通便利性。这些交通系统的升级，其实和今天的福利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这些短期补贴也是长期规划的一部分，是确保整个系统稳定发展的关键。看完这些，你是不是发现新加坡的交通补贴不仅是一项经济回馈，更是一种优化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？这些政策在缓解通勤者涨价压力的同时，也体现了政府对未来交通发展的规划和承诺。那么，你觉得新加坡交通补贴是否应该覆盖更广的时间段，比如扩展所有时段的免费政策，或者干脆冻结未来几年的票价上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也许你的声音会影响未来的政策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继续为你解读新加坡最新政策和趋势，帮你抓住所有福利。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，一起提升生活质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